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这位精神抖擞的老奶奶名叫朱南孙，是第3届国医大师，首辟全国名老中医，同时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教授，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。今年100岁的她仍坚持每周出诊，除听力稍有下降，她视力、记忆力都不错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朱教授告诉记者，自己没有刻意去养生，但他坚持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长达几十年。这些经验或许值得每位中老年人借鉴和学习。那今天就和小关一起来学习一下朱教授容颜不老的秘籍吧。1. 从不吃补品，爱喝滋阴减龄汤。朱教授认为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，不过养生是一门学问。朱教授虽不推崇药补养生，但却一直保持着每天喝汤的习惯。朱教授推荐中年期喝三豆饮，因为中年期人们的焦虑、郁闷情绪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变化，多吃豆类对于改善皮肤暗淡、色斑暗沉的问题也很有帮助。三豆饮用绿豆、赤豆、黑豆各20克，加生甘草6克，煎汤代茶喝，并将煮烂的豆子剪出食用，可以利水消肿，补充营养，改善皮肤状况。老年期时，每天喝碗西洋参枸杞汤，滋阴养心。用枸杞15克，西洋参6克，头天晚上煮好，第二天早上温一温，当汤水喝。这是2天的量。脾虚的人放2-3颗红枣，肠胃不好的人不建议喝。这个汤最大的效果就是益气滋阴，年纪大了之后尤其容易气阴两虚，非常适合喝。另外，常熬夜的年轻人也建议熬夜前后喝，补救一下。2. 从不吃煎炸食物。长期从事临床妇科，朱南孙教授总结出中年人的病理特点，易阴虚火旺者居多。他说大家应少吃油炸油煎食品，否则易上火，造成阴虚阳亢。油炸食品最大的特点是油腻兼有燥热，这种偏性较大的食物其实对所有体质都不建议多吃，尤其是对痰湿、湿热、阴虚体质的人。油腻食物蕴含的营养高，但身体消化不动它，容易生痰湿。痰湿最典型、最直观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脂肪。所以爱吃油炸食品的人也是体型偏胖居多。同时，这种制作方式的食物还容易让人上火，耗伤体内阴经气血。满脸痘痘、咽痛便秘的胖子，想想都难过。湿热加工之下，还会有皮肤、头发容易出油、口臭、流鼻血等问题。3. 每天一动作，100岁头发浓黑茂密。朱教授虽然100岁高龄了，但头发量非常多，而且头发白的并不多。朱教授介绍，中医讲发为血之余，但每天早上都会用手按摩梳理头皮，促进头部供血，这样一整天的精神都会比较好。头是所有阳经及任督二脉的聚会之处，被誉为诸阳之会，百脉之宗，系一身之主宰。1次头疗等于10次足疗，长期坚持能起到防治头痛、失眠、明目，防止头发脱落和变白的保健作用。按摩法，2手手指半弯曲，用5个手指的指尖由前向后梳挠头皮，先梳头皮中线附近，依次向左右两侧及耳朵上方头皮移动，大约移动2次，便可将整个头部梳理一遍，可做4到6遍。也可在头部放上随身灸，艾火的热力和药性从穴位传至头部经络，清除淤堵，通畅气血，促进头部血液循环，还能加强头皮经络系统与全身各脏器之间的沟通，让全身健康起来。4. 疏通背部比做脸还重要。每天坐诊回家，朱教授有项从不落下的工作，
让女儿帮忙按摩后背。他说，背部有心腧、肝腧、盂腧3个要穴，按摩后很舒服，血脉活了，经络也打通了。背部是五脏六腑的反应区，比如背上部对应肺和心脏，背下部对应脾、胃、肝、胆，腰部对应肾、膀胱、大肠和小肠。所以背部健康与否直接关系着人体脏腑是否能正常运转。养护后背就是在养五脏六腑，调的是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。肾经对应膀胱经，泌尿骨骼掌控中，小便发黄膀胱痛，尿路发炎讲卫生，四肢无力后背痛，痔疮难做肩颈痛。而且民间中医傅天生说，后背是通连的，如果你的脸不干净，你的背部绝对不干净。你的脸色干净了，看着红光满面的，又红润又光滑又有水分又干净，你的背也自然跟着脸转变了。一个道理，把背疏通了，脸也就干净了。如今正值夏天，万物生发，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节令，身体五脏六腑的阳气要生发出来，累积了一个春天的寒湿、毒素、浊气等陈旧之物也要代谢掉。夏季背部艾灸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拉伸膀胱经或者艾灸是养背最直接、最有效的保养方法，其具有温通之性，温能补其虚，通能化其瘀。简单来说，艾灸背部可以生一身之阳，调五脏气血，排一身之毒。正常的保健灸取穴为大椎穴、肾腧穴、中脘穴、气海穴，每次每穴各20分钟，这样可以让气血正常循环起来。如果脾气大，可以加灸合谷穴、太冲穴。5. 睡前热水泡脚，降压安眠。谈到中老年人最关心的降压问题，朱南孙教授说，我血压这么多年都正常，倘若白天劳累或者有什么心事，为不影响睡眠质量，我就会在睡前泡脚，水温比平时高一些，也就是普通的热水，泡上15到20分钟，让血压降下来，泡上20分钟就能起到降压的作用。朱教授几乎每晚都要用1大桶热水泡脚，而且是用中药渣泡出来的热水，因为中药方都是根据病人疾病对症开方的，虽然经过煎煮，但还有残余药性，用来热水泡脚，药性从皮渗透，可以有效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。但泡脚的同时需要注意，糖尿病人因为对水温不敏感，需要家人辅助调控水温，以免烫伤。中药泡脚最好用木盆、搪瓷盆，不要用铜盆等金属盆，因为金属盆中的化学成分不稳定，容易与中药中的鞣酸发生反应，生成鞣酸铁等有害物质。泡脚尤其适合气盛于上的人，比如高血压，比如偏头痛、头晕、虚火、思虑过度等等。有这些问题的话，泡脚建议加艾草或艾草精油，都是很好的降火安眠神招。6. 吃观音菜，喝4宝茶。朱教授家阳台种了很多花花草草，其中有一种叫观音菜，是半野生蔬菜，属于药膳同用植物。它具有活血止血、解毒消肿等功效，对儿童和老人具有较好的保健功能。朱教授家经常用它烧菜汤喝，或是炒了吃。三七花、玫瑰花、枸杞、菊花调成的4宝茶，是朱教授每天都喝的保健茶。朱教授说，三七花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饮用，它养血活血，可以改善中老年人血液循环，气血足则气色佳。枸杞、菊花、玫瑰花是清肝明目、疏气调气之品，因老年人视力下降，常干眼，喝之可保护眼睛。7. 从不吃冷食。朱教授的父亲也是中医肾病学专家，他从来不让家人和孩子们吃冷饮，而且说胃喜温不喜凉，肾也是喜暖不喜寒，冰冷食物对胃伤害大，人体的气血、五谷营养都要靠脾胃来吸收运化，
靠肾脏排出人体代谢毒素，所以保护好脾胃和肾脏非常重要。8. 想得开放得下，疾病自然走。除了上述的小妙招，朱教授还结合他70余年的妇科诊治经验，特地提醒女性朋友，保持恬淡，心静心宽，愉快对女性尤为重要，而发脾气、焦虑必然干预气滞，影响脾胃、气血来源受阻。至于工作方面，年轻人肯定是忙的，小关主张该尽力的事情务必尽力，但不要太紧张，保持张弛有度。这就是朱教授对广大女性健康生活的嘱托。充实忙碌是最大的年轻秘诀，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，保持工作，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学习，保持大脑的年轻活跃，身体自然也会年轻有活力。最后，老年人要注意随时调整身体状态，比如要去爬山或是比较劳累时，朱教授就会含几粒麝香保心丸，主动保护心脏。胸闷头痛了，一量血压高上来了，就立刻吃点降压药。总之，身体有小不舒服，就要主动调整干预，尤其是老年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。喜欢小关的，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